大家好，我是胶东小王。这个就是咱们经常所用到的压力表。一般空调加氟、冰箱加氟、空调打压、抽真空、冰箱打压、抽真空都用到这种压力表。这个压力表是个损坏的，现在没有压力，但是它这个压力已经到了接近2个压了。那么这种咱们经常用的压力表里边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？相信很多人都没拆开过。今天咱们就给它拆开，看看里边到底是个什么结构，为什么能承受那么高的压力，而且还没有事儿。拆这个也是相当简单的，就后边2个螺丝，先用螺丝刀把螺丝给它拆了。螺丝拆掉以后，它是拿不出来的，必须把这个外罩给它拿掉。这个罩也是特别紧的，需要撬一下。现在压力表已经让我撬开了，里边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，这么一个表针，翻过来是这么一个东西。大家注意看，它这个压力表啊，主要部件就是这个了。这个东西是一个铜的，而且是个扁形的一个管道，并不是实心的啊，是个空心管。这个管连接在这个黄铜铜头上，当打压的气体从这里进入的时候，通过这个铜头就到了这个扁的铜管中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焊点啊，这个焊点像是用焊锡焊上去的，因为这个是紫铜，这个是黄铜，它2个熔点不一样，黄铜的熔点特别高，所以它这个地方是用焊锡焊的，并不是用铜焊焊的。这个扁铜管是个圆弧状的，然后铜管的头上带了一个拉杆啊，我用手拽一下，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啊，带了一个拉杆，拉杆的末端连接的就是表针了，就是这个表针。我这么拉一下，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啊，越拉表针幅度越大啊。现在爆表了，说白了它这个工作原理是什么啊？这个地方也是用焊锡焊接死的，并不是这个拉杆是活动的啊，这个拉杆的一端是焊接在这个铜管上，这个铜管是完全封闭的。说白了，这个表要动的话，必须这个圆弧状的铜管动才行。这个圆弧状的铜管越往上，表针浮动越大，就是现在是弯曲的，它越要直的话，表针幅度越大。这个原理就不难理解了，这个进气的气压越高，这个圆弧状的铜管它就会变直，因为在气压的作用下嘛，它就要变直。这个原理和水管一样，如果水管是弯曲的，而且把一头封死，另一头往里加注水，那么水管肯定要逐渐变直的。这个也是相同的原理啊。气压越高的话，这个铜管肯定要变直，它一变直的话，就带动前面的表针进行活动，这样就实现了压力的大小啊。仔细看这里边它有个小齿轮的，通过齿轮传动带动表针运转，就是通过这个扁铜管的弯曲强度来控制表针运动。结构看似简单，但是当初设计这个表的人也是相当聪明的，用这么一个简单的机构就实现了压力表的动作啊。而且这个铜管的屈服强度直接可以影响压力的大小，所以选择这个铜管的强度或者是材质对这个压力表的精度影响很大。因为铜管的特性大家都知道，用时间长了以后它会变硬，所以像这种压力表啊，估计用时间长了灵敏度会有所影响。因为它铜管变硬以后，就需要更高的气压来推动它进行活动，本来1个压就可以动了，现在就需要1个半压，所以说这种压力表时间长了肯定精度有所下降。视频看到这里，相信大家已经知道这个压力表的工作原理了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收藏转发一下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